这个豆豉姜团，一口就能吃出这香味儿。这种大块紧实没有刺儿的鱼，那它鱼也没有什么土腥味儿，我比较喜欢。哎呀，这小鱼哇，这个鱼也不小，一人2条，也不真不小，这鱼。泸州美食自然少不了鱼，前者的鱼人均130多块钱，而后者呢，差不多人均只有30多块钱。这100块钱的差价，我们在2家不同的饭馆吃了不同的鱼，到底味道如何？到底差别在哪？这条视频告诉你。文氏鱼楼，首先我先说一下餐厅的位置非常好，就在江边，而且它边上有一个高坡，在上面可以俯瞰江面，非常美。我觉得吃饭之前，你可以先在这周边走一走，没准会有更不同的、更美好的一种感受。这也是泸州这个山城它给人带来特别的景观。泸州这边餐厅非常卷，不像北京都是以这个商场里面的为主。泸州这边基本都是独门独院餐厅，非常卷。像鱼基本就没有鱼种，全部都是活鱼。豆豉姜团，这个豆豉姜团，一口就能吃出这香味儿。这种大块紧实没有刺儿的鱼，那它鱼也没有什么土腥味儿，我比较喜欢。再尝一口它这个鱼皮，有胶质感，但是它太咸了。鱼我觉得还是1分钱1分货，这个128一斤的，确实你能没有任何土腥味儿，而且鱼大块的肉很有劲儿，不错，非常嫩，而且整个味道可以吃进来。没刺儿，很紧实。来一口黄辣椒嘬一下，这黄辣椒其实本身还是有点土腥味，就还是得用这种香辣的方式做，不用香辣确实处理不好。炸这鱼炸得怎么样？酥厚。超酥。其实想问一下泸州本地人，这个文氏鱼楼到底怎么定位？总觉得它这个价格比我们吃的泸州大部分餐厅都要贵啊！我们就4个人点了这个5个菜，人均130块钱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人均130吃完，我们再回到人均30多的。我好久一直没有吃到这个葱花鲫鱼，这东西在别地儿没有，但是在泸州店非常多，所以这次要去尝试一下。正好有朋友来了，一起试一试，而且这连着好几家。全都是这个葱花鲫鱼。本地人讲这个葱花鲫鱼，首先是没有大刺儿，它人家招牌写的是无刺儿葱花鲫鱼，我其实就很纳闷，这它怎么可能没刺儿呢？另外就是它真的很入味儿，它把这鱼切成细细的这种小细刀，味儿完全通过这个每一刀的缝隙里全都进去。口这个鲫鱼，这一直慕名没吃着，来这个葱花鲫鱼，来口人家没有，哇，刺儿也不少，注意了，没有。大刺儿、小刺儿更容易。哎，这鱼还挺紧实的，挺有嚼头的，还挺鲜。倒过来，它这汤是那种咸鲜中带一点辣，有种那个辣是那种进口那种能绽放出来那种鲜辣味儿。这种辣味儿越往后吃就越进去，这种小鲜辣味儿习惯就好。你看。它这个花椒、葱，然后这种有红油，然后有点小酸味儿、小辣味儿。慢点，它这个细，这鱼刺儿细，对，小刺儿还扎着应该挺难受的，还挺鲜的，一定蘸足汤儿。慢慢品，这菜特别适合下酒，一边喝酒一边来这个。哎，我有点忘了他们价格，在网上找了一下，他们这个4斤的标价是152，但团购下来，可能折合下来1斤也就是30块钱都不到。我们4个人其实吃下来2到3斤就差不多了。当然，这家的环境跟上一家的包间是比不了的，但是呢，它有不同的味道。您觉得如果在泸州2选1，您会选哪家？我建议您都试一试。